发财呀，发财啦！三叔，二伯，大爷，大爷好，二伯好，好，二伯好，小尖又进来了。徒弟们好。今儿个二伯给做什么菜啊？发财鸭，发财呀，发菜鸭也叫发财鸭。好，开始，开始，来，第一步，小娇处理这个鸭子。哎，对你现在处理了，我先开火。这个咱们北方的白头鸭，你看这鸭子选的特别好，也没什么肥肉，关键肥肉我都去了。皮皮肉肉。这个对，这个鸭子回来之后呢，从脊背开刀，把内脏去干净了。然后这个嘴儿，你看看切了一半，刚我师傅刚教我，这嘴儿去了一半啊，脑袋里边都是味儿，都给它去了。那一半干嘛去了？那一半啊，那一半洗洗睡了，就洗洗睡了。年轻人好。然后我们把这鸭子呢，先给它压一下，然后压一下呢，选了几个调料去腥的，另外几个香叶、桂皮、白芷、豆蔻、草果、花椒、大料、小茴香。这全是增香的，对，师傅，但是都不多，哎，都不多，很全。中国菜本身就是百味集中，是永远其他菜比不了的，复合味特别的强。哎，你发现了吗？小娇说话跟他师傅一样，没句号，不是，比师傅能说，是吧？对比师傅能砍，这师傅教的。他这意思说比师傅能砍。我们是只有45分钟，只有45分钟。好，开始。哎，第一步，这个调料先放进去，把根留住。哎，把根留住，行。好。刚才我师傅给我一个最好的原材料，陈皮，这特别棒。然后安然睡去。好嘞。不脱一下水吗？不用，这鸭子洗干净了。对。鸭子呢，这个要压45分钟。下我们如果看压力，给你现在给你加味儿。调味儿。对。哎，好。盐，一会儿我们这鸭子还有其他加工，所以少放。对。哎，有个底味儿就行。胡椒粉。调料已经很多了。师傅，这时候我们给它设定个45分钟的时间。下面你看没有？粗加工完了。对。开始是徒弟做粗加工，师傅做细加工。哎，这掉包了，掉包了。这个鸭子呢，刚才小娇也讲了，是吧？压完以后呢，刚才是整张了，然后脱骨，把那骨头一蹬，是吧？然后这有一个模具，看见没有？哎，展示这个模具。我们要没有这个如果说家里要喜欢做的话，录这个罐头，是吧？你搅一下，搅圆了。啪完一刻，就10个就出来了。对，发财金钱的意思嘛，圆嘛，又代表团团圆圆啊。对，这圆，地球也是圆的。对，是不是？家庭和睦，它也得圆嘛。关键过去师傅那个钱是圆的，钱是圆的，对。发财之夜。对呀，今天用的东西就有这个，你看没有？多挣钱。这个虾胶，小娇介绍吧。小娇是玩粤菜的，玩的非常好，介绍就行了。师傅也玩粤菜的。对，这个虾胶啊。先给它碾碎，把虾整个碾碎，然后呢剁完也不要剁得太碎，里边要有点颗粒状，这样更有口感。所以我们这个呢已经处理好了。对，加点盐，加点味就够了。加点盐，加点味。哎，这都加好了。这个虾胶里头放不放猪油啊？这个虾胶里边啊不放猪油，因为猪油跟这个虾呢本身是鲜的，它缺少香。我们给它加什么呢？加点肥膘肉，可以切成丁。还可以加什么呢？加冬笋丁，这样把虾这个鲜味和香味都能提出来。把鸭子上边稍微放一点淀粉，干嘛用啊？放淀粉？要不然它俩就分离了。离婚了，咱们不能让他离婚，大过节的。对，本来是圆满的事儿，您非得让人离，您看这东西不好。这意思是你先做一件好事，让他们粘合在一起。对，这不就粘吗？哎，是这意思。真是好，发财呀，发财呀！大概也是左撇子啊。嘿，我怎么不知道我是左撇子？哎，你左撇子，我一看挤虾胶的时候，您那个左撇子。师傅，咱们就做9个就得了，9也是大吉祥数字。小娇在这儿我就放心了，我还得偷玩。大家注意一下啊，生活需要仪式感，菜品也需要仪式感。对，这会儿必须的。精加工一下，给它抹平。抹平的时候啊，蘸点油。这要不蘸油就抹手上去了。对，你搁抹完了搁它这儿弄好了。你看这个菜，你看没有？发财了这就。然后你看看啊，这个菜开始下一步啊，我们可以切一半就行了。这是什么蛋呢？
鹌鹑蛋。哦，鹌鹑蛋，鹌鹑下的蛋，这菜什么来历呢？这菜是本人创造，在国宴那当年在宴会上，也受到非常的好评。那个年代，这好像是个大牛眼似的。你没有眼睛，你能往前看准方向吗？能发财吗？干活，是不是老三？对，其实老三表现不错。15分钟。你看老三这个善意的督促，对，老大给我刨坑，你看没有？你看，哎，多漂亮，这好看，好看吧？好看，是不是？跟那个大牛眼似的。对，再不传就失传了啊！发菜呢，产地就在宁夏、内蒙交界处。对，它因为它生长的时候呢，会破坏很多植被，这个产量很小，用量呢，我们在蔬菜当中的用量也不多，基本都是像这个二伯做粤菜嘛，粤菜里边什么发菜猪手啊、发菜鸭呀，什么做这个文思豆腐，像淮扬菜里边做文思豆腐啊，哎，都会用到发菜。它是以点缀为主，但是它也有一定的营养价值，啊，这有点像这个眼珠子那眉毛，是吧？这个现在二伯给这个眼珠子化妆了，但是这个菜你查所有菜谱没有，查不到。对，这是独创。哎，对，当年就是80几年的时候，我那时候在华都做宴会的时候，经常在宴会上有一道菜，那时候用它那底子是张茶鸭子，因为张茶鸭子好吃啊。那时候干川菜呀，所以说这个非常受客人欢迎。对，你看那时候是做川菜，现在改了，改成粤菜了。所以呢，这个到了粤菜馆，二伯啊，就是川鲁粤样样精通。哎，我走到北京饭店上学的时候啊，我就仰视着北京饭店。那时候我见着郑寿生的时候，我都在郑大时候我都这么看着。现在一个高了，这阵他小啊，他看我这阵他长得那没窜个了。是啊，他这么看。就跟我看。现在他长一大高个，他往这儿看了，现在往下看。那时候见二伯也是这么看，都颈椎完蛋了。这角色点一定要让二伯来决定。这蒸出特漂亮。因为啊，我说你看，先搓完了，你看，看看啊。这看看多漂亮！另外炸的时候，网友们油温不宜太高，漂亮啊，3、4盆就够。啊，咱们手指得下油锅呀啊！你看啊，来，一个下油锅了。这个在家可不能直接，在家呀还得使照脸。在这儿呢，我师傅因为有这么多年的这个什么，就不往照里边放了。师哥准备装盘，你看我们这盘啊。好嘞。哎，这大菜就需要仪式感，仪式感。盘也需要仪式感。盘在这儿了，来。哎，先装这里头，在这儿倒压盘。好嘞，哎，就这温度就行，就是颜色啊越浅越好。OK，得，咱们一个个捞吧。这跟个小鸟巢似的，哎呀，这鸟巢啊，鸟巢，行，那几个再炸上它，正合适。好嘞，好了，过年的大菜，你看到没有？你看这香气，这虾的香气都出来了。我在这儿都闻见了，是吧？师傅，我觉得就是咱做菜啊，就是任何菜，一个是细心加工，第二菜一定需要仪式感。对，哎，而且呢还有什么呀？还有传承。对，有好多网友们说你们怎么做菜，说这个工序这么多。我说我们也想做简单的，就实力不允许，你知道吧？那今天咱就做一个仪式感的菜吧。对。而且你还有传承，还有中国过年的气氛。对。是吧？大宫灯啊，灯笼，你看这大灯笼。宫灯。宫灯。圆圆满满。发财呀，发财啦！好了，大爷，二伯，哎，小叔，大伯的菜出来了，您先尝尝，我们先尝尝。不是，凉啊！小胖虎先尝啊，小胖虎先尝。你每次都审人家，这回咱们被人审。今天我们接受小胖虎审二伯，对，审二伯。来一个发财呀，发财呀，吃完发财啊！啊，吃完就发财发财鸭呀，发财鸭。觉得啊，一口肉一口酒，美滋儿。美了，一口肉一口酒，什么都有，什么都有，什么都有。 2020年都有。哎，有了，好，哎，好，哎，好，年发财，好，好。我是大爷，我是二伯，我是三叔，我们是老饭骨，欢迎大家订阅我们老饭骨 YouTube 频道。我们老饭骨组合就是教大家做菜，
传授一些精湛的小厨艺，教大家喜欢。希望全球的美食爱好者喜欢我们，订阅我们的频道，点亮我们的小铃铛。同时在这里我们祝全球的华人万事如意，恭喜发财。